祖保佑，让他今年秋闱高中。哎，你们说吴先生真的要纳令如兰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吧！我要是他呀，早就寻个地方投河自尽去了。人家可不是一般女子，咱们哪比得上？谁说不是呢？咱们可要脸呢。就是。哎，小玲，来，你说令如兰嫁进来之后还来不来绣房？我们可不想再同她一起洗绣了。就是啊，孟子有云：人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欢合。旁人的事，还是莫要多言的好。哎，整日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做给谁看。就是。你舅母那边已经回话了，让把你的庚帖送过去，这就是应了的意思。我说了我不嫁，嫁不嫁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您知道那赵玉成是什么人吗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我只知道你嫁了他，便能衣食不愁。只怕当初您嫁给我爹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您要是不怕我过去闹得鸡犬不宁，大可以去跟舅母换庚帖。只怕到时候您跟赵家最后这点情分都没了。你是真觉得你学了几天刺绣就长能耐了是不是？不嫁人你做什么？你是真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吗？现如今连那令如兰都能够进吴家，有了一个好的归宿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怎么就这么让人不省心？您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您是故意装病把我支出去的。是又怎样？我这都是为了谁？为了你，我连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，你还要怎样？难怪他昨天突然改主意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不是我拦着你，是如兰说啊，这几日她想一个人待着，谁都不想见。姨娘，我当真有话跟她说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转眼间呐，再过几日，如兰就要过门了，再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啊。
你当真打算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如兰嫁进吴家吗？梦见妹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兰从小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她的性格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真的相信她在污蔑吴莲吗？倘若不是，就这样嫁进吴家，你让她今后如何自处呢？可是我爹娘说，以小妹现在的情况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何为好？女子本就不易，倘若嫁错了人，那这辈子便是没了盼头。再说以如兰的性格，她在吴家能撑过几年？我说过，小妹如果一生不嫁，我便照顾她一生一世。梦见妹子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若能退回彩礼，吴家总不能强行纳人进门吧？我只是怕我说服不了我爹。我相信二老是真心疼爱如兰，你尽管一试，我再想想别的法子。好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在绣楼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只要留心，自然有办法。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这儿了。我知道，丁如死的那天晚上你在现场，第二天早上我在井边看到了你的玉佩。丁如是自己投井。他也许的确起了寻死的念头，才留下了那方帕子。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恐怕就不好说了吧。可惜，死人不会再说话，而这玉佩依旧在我的身上。我的确是晚了一步让你拾回了玉佩，但若我现在去敲堂鼓，告诉陈知府，我那晚亲眼看见了吴先生同丁如在井边争执，并在争执中故意将丁如推下井。你在威胁？不过这个关口，言语绣楼再出人命，恐怕百姓那边就没那么好糊弄。想让我解除婚约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令如兰当初在我烟雨绣楼学了绣艺，如今又反过来毁了绣楼的名声，那是不是该让她把当初学的都还回来呀？如何还？这刺绣的手指废了，自然就当他是还了。你大可回去告诉他，我替他还了。你真是个疯子。希望你能信守承诺，不然大不了一死网破。你去告诉令如兰，让她好自为之。我们会尽快将彩礼退回的。
您真要看着主君把这令小娘子纳进来吗？当日她来张家提亲，可是亲自许诺永不纳妾的。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夫君纳别人的。可说到底，还是我对不住的。我这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太安生。那令小娘子在公堂上可是说宁死都不愿意过门的，如今身不由己，奴婢怕日后会不得安生啊。我当真不明白，那令小娘子为何不愿意？虽然是妾，可那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。你看绣房里的那些小娘子们，她们哪一个看见夫君不是一脸的爱慕崇拜？到底还是不同的。这些年你也经手了不少，就像那丁如，到底也是个可怜人。谢谢你啊，绣得真好看。只可惜，这是我没资格穿的。娘，我想回绣楼一趟，之前走得太着急，还有好多东西都没带回来。再过几日你就要过门了，到时候再去拿一样啊。过了门之后，我便升为妾室，没有吴娘子的允许，不好随意走动，而且那都是我在闺阁里的物件，进了门身份不同，到底是不同的。那我就让你哥哥替你去拿一下。那里都是女子，哥哥去了不方便。若娘要是还担心的话，让哥哥跟着我便是。好吧，那就快去快回。没有主君的允许，我不能放你们进去。我来拿我自己的东西，为何不让进？就是不行。小妹，让他进去吧。是夫人。不过绣楼多为女子，令公子还是在外面等候为好。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能想明白也是件好事，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。大娘子晚上会做噩梦吗？我倒是时常梦见丁如。大娘子当初对她说的也是这番话吧？他怎么来了？不会真的要重新回来袭绣吧？不能吧，这么不要脸呀！他的事儿谁不知道呀？跟他在一处，岂不是坏了咱们的名声？就是，这嬷嬷怎么什么人都让进来？这就是你的房间，进来吧。
边要呐喊，趁天光未散，纵身碎如霜被遗忘。别怕夜无光，别怕夜漫长，总有人与你同往。烟雨中一灯微茫，借清风照亮灰暗前方。愿为红长明你我心上。这个我不能要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咱们这批秀女里，就属你的梨花绣的最好。我一直想模仿你的精髓，却怎么也模仿不了。但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跟我一样不甘心，对不对？带我过了门那日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记得你，你是那日搬进丁如屋子里的小娘子。我无意偷听，你可当我从未来过此处。丁如死了，这绣楼里的所有人，连这院子都不敢靠近。你住在他的屋子里，不会害怕吗？鬼神不过是无稽之谈，何惧之有？也是，哪有人心恐怖啊？我知道你现在不会信我的话，但既然碰上了，我便多嘴一句。你想想丁如，再看看我，你又何必留在这儿冒这般风险？怀州不止这一处绣楼，
你才刚来，你还有机会离开。我为何要离开？这烟雨绣楼，全天下只此一家，无可代替。我来这儿不过是学艺数月罢了，学成了我自会离开。至于其他的那些，同我无关。保重。甜汤送过去了。送过去了。娘，要不然，咱们还是把吴家的那彩礼退回去吧。说什么呢？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这件事儿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是闹成现在这样，那吴莲难免心生记恨。小妹真是嫁过去了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我也何尝不提心吊胆呢？我整夜都睡不着。可事情弄到这一步，如兰在怀州府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正经人家，谁愿意让她进门呢？咱们可以托北边的亲戚，再帮小妹相看相看嘛。说清这种事啊，就得是知根知底。若是瞒着人家，那就是小人行径了。若如实相告，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再说了，兰儿进了吴家的门，若是不得吴先生的欢心，只要他在后院能踏踏实实的，日子还是可以过的。我瞧着那吴娘子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应当不会太为难她。可是小妹的幸福，哥哥，哥哥，我是愿意嫁的。你当真这么想？自然是真的。其实刚进绣楼那会儿，我便对先生心生爱慕，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儿。这些日子是我想差了，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，还连累了爹娘和哥哥。如今能够嫁进吴家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如兰，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娘只盼你日后能好好的。小妹，你们说话，我去铺子上看看，给孟家妹子找一些外敷的药。你手受伤了，我知道那日不是你失约，是因为我娘，对不对？是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现在就走，还来得及。沈娘那天确实跟我说了很多，但那些都不是我留下来的真正原因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相信你真的想留下来嫁给吴莲。为什么不信啊？你明明那么恨他，
我是恨他啊，那是因为我突然知道他在哄骗我，他不止同我说了那些话而已。可抛下这些，他依然是那个秀艺超群、令我仰慕了很久的吴先生。还记得我同你说过的话吗？我想要成为这世上最厉害的绣娘。如果要是进了吴家，我便可以安心练习刺绣，偶尔得他指点，也未尝不可啊。你若真想留在怀州府，不一定非得嫁进吴家呀。吴莲已经答应这门亲事可以作罢。你若真心喜欢刺绣，找个绣坊便是了。怀州府没有任何一家绣坊比得上烟雨绣楼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。你当真想好了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知道我的，一旦决定的事情，就不会后悔。明日便是乞巧节了，你同我再去放一次花灯吧。小妹，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爹又喝多了，和我娘的手伤着了。这手伤得这么重，日后刺绣恐怕是……本也是我娘逼的，日后不绣便不绣。但你一定要好好的。好。小妹，小妹，我好说歹说，边疆总算是松口了。今日是乞巧节，外面肯定热闹极了，你出去散散心也好。谢谢哥哥。我去换身衣服，我们一道去。哎，哥哥，今晚我想一个人逛逛。啊？再有2日我就嫁进吴家了，以后怕是只能在那一方小院里，再也没有这种自由的日子了。哥哥再容我一次好不好？小妹，你一个人出去，爹娘会不放心。要不然这样，我跟你一道出去，但是在茶楼等你，等你过完了，我们一起回来，啊？夫君，再过几日，令家娘子就要过门了。我想着把梧桐院拨出来，收拾一番，好歹也是一桩喜事。费那劲干什么？后院不是有一间荒废的房间吗？可那房间荒废已久，堆满了杂物。你要是闲得无事的话，回去陪陪你母亲。妾身明白。
小林，哎，你这衣裳怎么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啊？我这不想着来见你，专门管别人借了一身衣裳。哎，我记得你小时候可喜欢小兔子了。可惜我没猜中，罢了，是我与这花灯无缘。其实这令家娘子，着实也挺可怜的。我怎么瞧她都不像是那种一心攀附权贵的人，倒是那个吴莲，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你在她那儿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与他不同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。只是这令家娘子进了吴家后，将来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啊。还是没有将来了。看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去给你引一盏花灯回来，你也放灯许个心愿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信这些。说是一盏花灯便能实现心愿，这世间哪还有那么多的苦难？不过都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。自小你的见地就和旁人不一样，这在女子中尤为难得。给我的是前朝乔芝芝的旗子。自他获罪以后，他的文集大多都丢失了，在市面上难得一见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知道你喜欢，我看我爹那儿有一份，就偷偷的抄了一份给你。春风卷完袖，零露湿罗襦。这诗里还有我的名字呢。哎，你先别看了。那个，你今年会参加乡试吗？那自然是要考的。线下我正在准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高中的。待那时，我便上门。你不许胡说。我是认真的。你随我来。你回去把这身衣服给还了吧。有你亲手给我挑的衣裳了，谁喜欢这些？我要回绣楼了。哎，这么早？这7小节也没多大意思，倒不如回去看书来得清静些。那我送你。不过2条街罢了，你若是送我回去，被绣楼的人看见了，又是一番风波。
令小娘子，生不快。你当真要嫁进武将？啊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你不必担心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事相求。令小娘子，请说。若是日后我有事找你帮忙，你可一定要来哦。那是自然。感谢。不必客气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小林，那给你，我替你赢回来的。谜底是什么？谜底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无论你喜欢什么，我都会替你赢回来的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绣楼规矩多，我要是把花灯带回去，嬷嬷又该念叨了。你可以替我保管吗？好，那我替你好好保管着，等你离开绣楼的时候，我再原封不动的给你送回来。一言为定。好，走啦。后日我便要嫁人了，我唯一最舍不得的，就是日后恐怕难得与你再见上一面。不过，你要是嫁人了，记得知会我一声，也好让我替你高兴高兴。我才不嫁人呢！突然有点想吃栗子糕了。至今都还记得，那天是你第一日入绣楼，就那么小小的栗子糕，就把我收买了。明明是你馋我的栗子糕了，而且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没学会呢？看看，好看吗？你来试一试。哎，在绣楼里，人人都夸你针法学得快，怎么一到这厨房，手脚就这么笨了？不做就不做嘛，学不会算了，反正你做给我吃。
岁周年。你以后想干嘛呀？我要当全世界最厉害的绣娘，还要找一位最温柔的夫君，再有1儿1女。这话要是让你娘听见，又要说你没羞没臊了。我都已经及笄了。我以后就想开一间刺绣的铺子，再挣钱买个院子，再把我娘接出来。院子里要种好多好多的葡萄藤，再嫁一个这样的秋千。听起来真好。那以后我就让我的孩子们认你当干娘，将他们分你一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看龙灯，好热闹啊，真好。我哥还在茶楼等我，我可能要先去找他了。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再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很快的。哦，对了，后日便是初9了，待我那日进了吴家，你记得帮我把这封信在虚实给到省捕快。方才同你讲话的那个人，此前他好几次出手相助，我也没能找到机会好好谢谢他。哎呀，反正你就记得在虚实一定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再有1个月，栗子就该熟了，到时候呀，就能给我们婉婉做栗子糕吃了。好啦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，我走了。安慰玉碎，言语所中味，天南有地北，他千江有万水，爱同悲。楼高应无声，诉手之残灰，长夜有灯碎，照此身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知有所想，心变忘，离心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深长从今年不敢忘，难得无三间青天真亮。楼高
知忏悔，长夜又当随，照此生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声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只有所想？心别忘，你信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页页非思量，世路长，从今年。